他们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喝的热巧克力，和普通的热巧克力喝起来会有什么区别？我把它做出来了。熬煮的足够完美的热巧克力，它的表面会有这样一层巧克力皮，就像芝麻糊和双皮奶上面的那一层奶皮子。大家好，我是八梅。曾经我以为热巧克力就是可可粉加上水或者牛奶泡一泡这么简单，随便装饰一下，这样拍照发朋友圈就足够好看了。直到我去了意大利，才发现之前喝的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热巧克力。无论是在阿尔卑斯山下，还是在米兰，那杯热巧克力的浓郁香醇，还有从喉咙滑下去的那种奇妙感觉，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找到了世界著名巧克力大师雅克托雷斯制作这种浓郁丝滑热巧克力的独特秘诀。食材很简单，需要淡奶油、牛奶、黑巧克力、奶粉，还有玉米淀粉。淡奶油在打发之前，连同碗和打蛋器一起放到冰箱里冷冻5分钟，这样会更容易打发出细腻的奶油，口感也会变得有更新鲜的感觉。快速打发的过程会让大量的空气和奶油混合，奶油打发到看起来有点像你做雪花酥的时候那种融化的棉花糖的感觉，这样就好了。准备好的奶油先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用，然后把牛奶倒进小锅里。要把这个牛奶煮开一次，牛奶煮到刚好开又没有扑出来的时候，马上关火，把牛奶稍微晾一会儿。这时候可以在另一边把准备好的奶粉和玉米淀粉混合，然后来准备黑巧克力。把准备好的巧克力先切碎一点。巧克力大师雅克托雷斯的建议是选择可可浓度在60%到70%的黑巧克力，然后倒进温热的牛奶里，看着巧克力一点点融化，和牛奶混合在一起，会越来越香。再继续加上奶粉和玉米淀粉，慢慢搅拌开，尽量让它们不要结团，看不到结团的干粉就可以了。奶粉的加入会让整个香味更加浓烈，不过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还要重新开火，再次加热这个热巧克力。第一次煮沸牛奶，第二次煮沸热巧克力，用2次煮沸的方法制作这个热巧克力是雅克托雷斯分享的秘诀。这位巧克力大师雅克托雷斯是一个在法国小渔村长大的阿尔及利亚人，还在布鲁克林开设了自己的巧克力工厂，被大家称为巧克力先生。他的关于巧克力的食谱还登上过很多的美食杂志，还有电视节目。我这次还找到了他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很出名的巧克力曲奇的食谱，被人们称为《纽约时报巧克力曲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一期点赞过5万，我们就来复刻这个《纽约时报巧克力曲奇》。2次煮沸的热巧克力据说会比只煮1次有更想象不到的顺滑口感，看起来浓稠了许多。在勺子背面划一下，热巧克力不会再次流下来盖住这个痕迹，这样就好了。不过你记得煮的时候要把火开小一点。这个自己熬煮的热巧克力虽然比冲泡的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但当它装进你的杯子，满屋飘香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感觉到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再拿出刚刚冷藏在冰箱里的奶油，质地顺滑绵密的，就像意大利的 gelato， 舀上2朵在热巧克力上。喝的时候再把奶油和热巧克力搅拌起来。当热巧克力和奶油融合，奶香混合着可可香味的热气就会扑面而来。有时候生活就是要主动创造一些仪式感。还没有喝，这个时候它已经是我心中全世界最好喝的巧克力了。真的特别香，它这种醇厚的口感真的很像芝麻糊。在去意大利之前，我真的没有喝过这么厚这么稠的热巧克力。你会发现这个食谱里包括奶油它都没有额外加糖，所以甜度完全就是黑巧克力里的甜度，这个甜度还被牛奶稀释了，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不会感觉那么甜，是很香浓的可可味。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